小姐，听说西郎丹也知道了这个消息，但他却没有像平时一样大闹，只是把自己关了起来，至今没有出门过。丫鬟们都道西郎丹是伤心过头了才性子大变，但奴婢总觉得此事不对劲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从今天起，让院子里的人如非必要，都不要随意出岁玉阁。是，白玉明白。白玉，为我梳妆。从今日起，我要每天亲自给国公爷送补品。但凡我出门，安排几个粗壮的婆子明面上好好跟着。西凉丹这么想报复我，当姐姐的怎么能不成全她这恶毒的心思呢？郡主，国公爷今日有事。宁先生，木儿只是过来送些自制的花茶而已，并不打算进去叨扰父亲。麻烦您将这些东西送进去吧。自从我成为郡主后，靖国公就开始提防我，让我不必再每天亲自送茶过来，要让他卸下心防，不能急在一时。替我谢过父亲，到底还记得我。国公爷，这是郡主方才亲自送来的茶。郡主要属下传一句话，说是谢过父亲，到底还记得他。啊，父亲！我知道木儿心中有怨的，即使他嘴上从来不说，可他从来不曾唤过我一声父亲。可如今，他以为是我推掉了他与韩魏的婚事，让她嫁给司流风，因此对我感激吗？可他并不知道，这是德王府半逼迫之下不得已为之。这个傻孩子，大概以为是我为了他提出更换成婚对象的吧。哎，帮我斟茶吧。是。宁先生，今日我给父亲做了点心，麻烦你。国公爷吩咐让郡主今日进来。父亲，秋冬日子干燥，这是滇南送来的顶级红茶，加入红枣枸杞，最是养气血的。还是这般倔强，这样的表情真是像极了当初的兰陵。无论怎么说，墨儿总归是我和兰陵的女儿。你替为父磨墨吧，今日若有兴趣，便留下来陪为父作画吧。是。让你每日回去后练字2个时辰。你昨儿又偷懒了吧？啊，我写字实在是没有天赋，能认的字就差不多了吧。烂丫头，净找借口偷懒。大姐姐可以进去，我就不可以。父亲何时如此偏心了？滚开！安儿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说了你多少次，你看看你还有没有大家闺秀的样子？父亲，大人这些日子心情不好，言语上才会冲撞了些。无论如何，这婚约一事，是我对不起他。妹妹已经怨了我，总不该让她也迁怒于父亲。哼，大姐姐可真是会说话，难怪父亲会这般喜爱你。论这拍马溜须的本事，谁能及姐姐？妹妹说笑了，今日难得妹妹前来，也尝尝姐姐做的点心吧。去死吧，贱人！救命！啊，父亲，快躲开！西凉丹，你疯了吗？父亲，父亲，你手上有毒。四妹妹，你可以杀我，可你怎么能向父亲动手？他从小到大有多疼你，你如何忍心啊？你这惺惺作态的贱人，刚刚明明是你故意的，父亲居然偏心你这种装腔作势的贱人，真是瞎了眼睛！给我住口！你这个逆女！宁安，叫陈军医过来。军爷，发生了什么事？还有，把四小姐关进柴房，依我的吩咐，谁也不准放她出来。
为了晋国公府的名声，晋国公压下了西凉丹刺杀亲姐和父亲一事，但他却对西凉丹彻底失望了。西凉丹被关在柴房里饿了3天，而后被晋国公下令送去郊外的庄子，没有他的允许，再也不许恢复。韩氏跪倒，把头都磕破了，也没能让晋国公收回成命。与此同时，墨儿与司刘封的婚期也定了下来。西凉本家的人听闻后，竟提出要开宗祠，将西凉墨之名纳入宗谱，让其成为名正言顺的嫡女。还是小姐您深谋远虑，算准了四小姐的消沉只是伪装。我们平日足不出户，连进出晋国公书房的路上，您都带了好些婆子。四小姐能动手的机会，只剩下书房。这下四小姐是彻底废了，被送去那落魄庄子，也不知何时才能回来，更别说嫁人了。我记得是黎三太太在负责此事吧？嬷嬷帮我转告她，去庄子是为了修身养性，而不是享福游乐。让她好好的搓磨一下四妹的性子，免得以后真闯出大祸来。老奴知道该怎么做，四小姐如今已不足为惧。只是，大小姐，您想好如何应对西凉本家了吗？您上次火烧本家，他们却突然这么好心要纳您的名字进宗谱，实在是让人不得不防啊。嬷嬷不用担心，墨儿自有分寸。若有人心怀鬼胎，墨儿自会送他们一程。嬷嬷，我母亲与外祖兰家的事，您能告诉我吗？大小姐怎么想起问这个？因为夫人不肯出来参加小姐踪迹之事吗？她只是不问世事多年，您不要介怀。嬷嬷若不想说，我也有别的办法可以知道。想必9000岁那里有很多能探听消息的渠道。大小姐，当年发生的事，老奴也不甚清楚。兰陵小姐的父亲是蓝兵大元帅，当年与元帅夫人恩爱非常，安阳公主想嫁给元帅当平妻，也被元帅婉拒。公主嫉妒之下，在夫人生产时动了手脚，令她难产而死。元帅悲愤不已，抱着刚出生的兰陵小姐要撞死在御书房前。先帝愧对侯爷，便将安阳公主嫁到犬戎和亲，又将小姐加封为公主，允她自由出入宫禁，皇后亲自抚养，荣宠之极。小姐没有生母约束，性子活泼，自小便女扮男装，跟随元帅出入战场，还屡屡立下战功，被先帝封为黄翼将军。后来，小姐便在战场上遇到了西凉无言，两人并肩作战，定下了终生。小姐深爱西凉无言，竟同意了西凉本家要求她放弃军职，免去公主封号，卸甲归家的要求，与西凉无言成亲。几年后，新帝登基，小姐一直没有孩子，西凉本家便将韩氏嫁过来做贵妾。蓝兵元帅病重逝世，韩家还请来了新帝圣旨，没落的蓝家根本无法阻止此事。兰陵小姐伤心之下，才发现怀了大小姐您，便在生下您后遁入空门了。所以，这就是一个放弃一切却被负心男人伤了心的蠢女人，从此恨上男人，连自己女儿都恨上的故事吗？真可笑啊！兰陵这种看不清自己处境、自怨自艾的蠢女人，怎么配做我的母亲？小姐，夫人，
她只是识人不清，她始终是你的母亲。那时候，她也不过才刚及笄而已。墨儿现在不也是吗？兰陵身在皇家，有疼爱自己手握重兵的父亲，还是先皇后的养女。可她却只看见了繁花如锦，看不见下面的烈火烹油，把这人上人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，还连累无辜的女儿活得猪狗不如。啊，母亲，哼！我没有靠她，更没有靠着西凉家，同样能走到如今的天地。而西凉家今日也必须承认我是嫡女。可小姐，夫人也一直在默默保护您的，就连9000岁和您合作，也或许是因了。但愿以后你能理解夫人。在族长敬告天地文下，西凉墨正式登上了西凉家族谱，正了嫡女之名。大小姐万福。起吧，从今日起，我便是靖国公府真真正正的嫡长女了。